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度解读。这次呢，我们来聊聊你发给我们的那份笔记，关于通过听音乐和看电影学习中文的。很多人都喜欢干这个，对吧？放松嘛。但问题是，这到底能不能，就是说真正帮我们把中文学好呢？这确实是个挺普遍的问题。你这份材料正好就是想把这里面的门道梳理一下。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一起看看这份笔记里到底有哪些靠谱的建议，能帮你提高效率，还有哪些地方可能要小心，别掉坑里了。对，不光是说多听多看就行了，咱们得挖深一点，看看怎么做才能把这个听歌看剧的爱好真正变成学习的动力。感觉材料里是有点提示的，方法用对了，娱乐也能学东西。我们就从这儿入手。没错，关键就是从被动地听听看看，变成主动的去利用它。咱们先说说音乐这块吧。好，笔记里首先说音乐能帮你熟悉中文的声调和语调。这个声调确实是老大难了，对吧？同一个音，比如妈，一声是妈，二声是麻，三声马，四声骂。材料说音乐能帮上忙，这是为啥呢？光是因为好听容易记？好记肯定是一方面，但更深层的原因，按照材料这个逻辑来看啊，是音乐本身它的那个旋律就有高低起伏和节奏感。中文的声调说白了也是一种相对音高的变化。歌曲的那个调子，特别是慢一点的唱得清楚的歌，它就能让你在不知不觉中把这种音高模式给内化了。有点意思啊。对，你可能没刻意去记马是三声，但你跟着唱多了，你的耳朵、你的嘴巴就在适应中文这种特有的韵律感。所以不只是记单个字的声调，而是去感受那个自然的说话的调调，是吧？那材料里有没有说，除了光听，还能怎么用音乐来加强这个效果？他特别提到了跟唱，这个很重要。跟唱不光是为了好玩，它是一种模仿练习。材料的意思是，你要去模仿那个歌手怎么发音，怎么控制语调，甚至那个喘气的地方，表达的感情都可以模仿。这实际上就是在训练你的嘴巴，让你的肌肉习惯中文的发音方式，同时让你对声调在一句话里怎么组合，怎么听起来自然更有感觉。我在想啊，是不是什么样的歌都行呢？比如那种节奏特别快、词儿特别密的嘻哈，或者一些挺口语化的网络神曲，初学的话会不会反而听不明白，还受打击？材料有说这个吗？材料本身可能没那么细分歌曲类型，但是它后面会强调一个原则，就是选适合你水平的内容。这个咱们后面再说。不过呢，从他强调熟悉音调、语调和学词汇来看，它隐含的意思，我感觉啊，是刚开始的时候啊，选那些调子慢一点，唱歌吐字清楚，歌词也比较规范一点的，效果可能更好。了解。快歌啊或者俚语特别多的，可能得等你有点基础了再去挑战，练练听力或者了解点地道说法，那时候用比较好。明白了，得一步一步来。除了语调，材料还说用歌来学词，这个好像挺好理解的。很多歌词写的是挺美的，或者说挺生活的。对，而且这里的关键我觉得是两个词儿，情境和重复。歌词里的词它不是干巴巴的，它是放在歌的情感、故事那个氛围里的，这样能帮你理解词的意思和用法。再加上你可能喜欢一首歌，会反复听，对吧？会循环播放。对，这些词和说法，因为有旋律带着，就特别容易记住。这可比你光拿着个单词表在那儿背，要生动多了，记得也牢了。好，那总结一下音乐这部分，主要是帮你搞定听和说的那个韵律感，顺便还能在轻松状态下记点词。那我们现在从声音转到画面，看看更复杂的场景。电影和电视剧，材料说啊，这是在真实语境里学语言的好办法。是这个道理，语言它不是死的，它是活在交流场景里的。电影、电视剧，特别是那些拍现代生活的，它就给你搭了一个模拟的真实环境。
在这个环境里，你看到的就不光是词和句子了，你看到的是这个话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人物关系，为了不同的目的是怎么被说出来的。这份材料的核心观点就是，电影让你看到活的语言。具体点说呢，这种活的语言体现在哪？光是学几个流行词儿，那可不止，你能观察到真实的说话速度，那个对话是怎么自然进行的，很多非正式的说法，各种语气词儿怎么用，甚至不同身份、年纪、地方的人说话那个味儿可能都不太一样。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材料也强调了，就是黑语言信息，演员那个表情、眼神儿、手势、身体动作，这些都是交流的一部分，能帮着你更准地理解话里的那个真实意思。这是课本上很难完全教给你的，就是语言的语用层面。那字幕呢？我看笔记里提到了双语字幕，我感觉好多人要么就开着母语字幕看懂故事就行了，要么就硬着头皮看中文字幕，结果好多地方看不懂也跟不上。材料建议怎么用字幕才最管用？材料那个意思啊，好像是说用字幕得有点策略，不能简单的开或者关。他鼓励你把字幕看成一个学习工具，别当成拐杖。比如说，你可以试试先关了字幕看，挑战一下自己到底能听懂多少。有点挑战。对，遇到实在听不懂的地方，再打开中文字幕对一下，然后想一想，为啥刚才没听懂？是词儿不认识，说太快了，还是有连读吞音？如果中文字幕看了还是不懂，再看看母语字幕帮着理解。关键是这个对照、思考、学习的过程。听起来是要更有意识的去控制字幕了。材料还说要记录地道的表达。对，这步很关键，是把看变成学的关键一步。材料建议你啊，得像个语言侦探似的，去留意那些课本上不怎么教，但平时说话特别常用的说法。比如人家怎么自然的开头说话，怎么转话题，怎么感谢，怎么道歉，怎么提要求，怎么给建议。把这些语块或者说场景表达记下来。注意，不光是记单词，是记整个句子，甚至一小段对话，然后琢磨琢磨它是在什么场合用的。这才是真正把电影当成一个语言材料库来学。从看热闹变成看门道了，看语言到底是怎么在真实互动里跑起来的。但这自然就带出下一个重点了，也是材料反复说的主动学习。好像光是放那儿听、放那儿看效果不大。对，这可以说是这份材料里最核心的一点了。他把被动娱乐和主动学习这两种状态分得很清楚。你要是就那么往沙发上一躺，就是咱们常说的葛优躺那种状态，让那个剧情哗哗的过，大概看懂了就满足了，那对你语言能力的提高，说实话非常有限。这在认知上啊，顶多算是增加了点熟悉度，离真正的掌握还差得远。我猜很多人，可能包括我自己，都有这种感觉。看完一部剧，哇，感觉沉浸在中文环境里好久，但真要问学到了啥具体的，好像又说不太上来。那材料里说的主动学习，具体是让咱们干嘛呢？难道要像上课一样拿着本子狂记？记笔记是其中一种方法，但核心在于互动和加工。材料提到的一些具体做法，比如遇到听不懂的词或者句子，别跳过去，按个暂停，主动去查查词典，查查资料。听到一句特好的对话或者一个特地道的说法，不光是心里说哎这个好，而是动手记下来，想想为啥人家这么说，甚至可以试试换个场景，自己能不能也这么用。对一些关键的对话段落，反复听几遍，跟着模仿读一读。这就要求你的大脑得积极的去处理信息，不能光是被动的接收。这听起来确实得多花点心思，不能光想着放松了。就是这个意思，你得带着一个明确的学习目的去看去听。材料建议你可以给自己定个小任务，比如看这一集，我就专门留意里面形容人长相的词。或者听这首歌，我就要把里面反复出现的那个语法点搞明白。这种有目标的输入，学习效率会高很多。
说白了，就是把这些娱乐资源当成学习材料来精加工。把娱乐时间也变成有目标的练习时间。这让我想起材料里还提到另一个具体方法 shadowing 影子跟读法。这听起来是让我们学人家说话变成复读机。哈哈，有点那个意思，但目的性更强。Shadowing 按材料的说法，就是你几乎是同步的去模仿你正在听的那个 audio 或者 video， 像个影子一样，紧跟着说话人那个速度、语调、节奏，甚至感情起伏。你可以跟着电影台词读，也可以跟着歌词唱。这种练习主要的好处在哪儿？光是为了把音发得更准吗？发音肯定是一方面，但是按照语言学习的道理啊，shadowing 的价值在于，第一，它逼着你高度集中注意力去听，去辨别语音里那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连读啊、弱读啊、语调变化什么的，这本身就是特别好的听力训练。第二，它是在实时模仿，这就非常锻炼你的语言处理速度和反应能力。第三点也很重要，就是通过大量的重复模仿，帮你口腔的肌肉形成新的记忆，让你的发音器官更能适应中文的发音模式和那个说话的流畅节奏，最后让你的口语听起来更自然、更流利。这是一种把听说、模仿深度结合起来的综合练习。听起来确实挺挑战的，刚开始估计完全跟不上啊。材料有没有说怎么入门？材料强调了选合适内容的重要性，这对 shadowing 也一样。他建议你可以从语速慢一点、发音清楚点的材料开始，比如一些教学录音、慢速新闻或者动画片里那些比较短的对话。不用一开始就追求完全跟上，可以先试试模仿那个节奏和调子，就算漏掉几个词儿也没关系。或者就选一小段，比如15秒、30秒，反复练，练熟了再换下一段。关键是坚持练，慢慢来。从听到模仿，再到说得像，这确实是把输入变成输出的关键一步了。对，他把被动的听力理解变成了主动的口语肌肉记忆和反应训练。好了，咱们聊了音乐、电影、主动学习，还有影子跟读法。最后，材料还给了一个特别实劲的建议：选内容的时候一定要看自己的语言水平。这一点好像是所有方法能不能奏效的前提。绝对是基础。选对材料就好比你出门旅行得选对地图和交通工具，对吧？材料指出了两个极端都不好。内容太难了，你老是听不懂、看不懂，就容易灰心，不想学了。内容太简单呢，又没啥挑战，你可能觉得没意思，学不到新东西，进步也慢。那怎么判断什么叫合适呢？材料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有没有具体建议？他给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想法。刚开始学的朋友呢，建议从那些语言结构比较简单、说话速度比较慢、话题也比较贴近生活的内容开始，比如儿童歌曲、动画片儿，像小猪佩奇那种对话很简单的，或者专门给学习者做的有声读物、小短剧。这些材料一般用词比较规范，发音也清楚，方便你模仿。那如果已经有一定基础了呢？水平提高了，你就应该也需要去接触更复杂一点的材料了。这份笔记鼓励你按照自己的兴趣去选，比如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电视剧，听什么流行歌，或者你对哪个领域感兴趣，可以找相关的纪录片、访谈、播客来听。这里的关键是找到那个最佳挑战点。最佳挑战点？对，就是语言学家克拉申说的那个 I+1 理论。内容要比你现在的水平，就是 I 稍微难一点点，加个 +1， 里面得有一些新东西让你学，但又不能难到让你完全懵掉，这样既能学到东西，又能保持学习的动力和兴趣。所以这不光是推荐你看啥听啥，而是要求你作为学习者得对自己几斤几两有个数，然后有策略的去找那些既让你感兴趣，难度又刚刚好的资源。正是如此。你自己评估水平、挑选材料的过程，本身就是学习策略的一部分了。你需要不断的试，不断的调整，找到最适合你现阶段的听力和阅读材料。非常清楚了。看来啊，要想真把听歌看剧变成有效的中文学习方法，确实需要动脑筋讲策略，远不是泡在中文环境里那么简单的事儿。方法对了，才能事半功倍嘛。不然可能花了时间，效果却不一定好。好，那我们这次围绕你给的这份笔记，把通过音乐和电影学中文的方方面面都聊得挺深了。咱们最后来梳理一下核心要点，希望能帮你把学习思路理得更清。首先，音乐不光是听着玩，
它是你练中文声调和语调的韵律教练。用好歌曲的旋律感、重复性，多跟着唱、模仿，能不知不觉改善你的发音。而且歌词还是记生动词汇的好地方。其次，电影、电视剧给你打开了一扇窗，让你看到语言在真实场景里是怎么用的。关键是不光看热闹，要看门道，看词汇、语法，特别是非语言信息，他们是怎么一起工作的。用好字幕，有意识地记那些地道的场景表达。再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分清被动娱乐和主动学习。材料的核心就是告诉你，你得有意识地跟内容互动，停下来查一查，记一记，想一想，模仿一下，多问问自己，我这是在消费内容呢，还是在用内容来加工和练习语言？对，还有那个 shadowing 影子跟读法，这是个连接听力输入和口语输出的挺厉害的工具。通过同步模仿，能有效提高你的口语流利度、自然感和反应速度。不过记得要从适合你水平的材料开始练。最后，所有这些方法能起作用的前提，是你得根据自己的中文水平，聪明的、有策略的去选歌、选电影剧起征，找到那个最佳挑战点，这样才能既不断学到新东西，又能保持住学习的兴趣和信心，避免白费力气或者被难到。希望这些从你的材料里提炼和深化出来的观点，能给你接下来的中文学习提供更明确的方向和更有力的知识。当然了，咱们这次主要聊的是你笔记里关于音乐和电影的部分，但是这自然也带出一个，可能更值得你接下来琢磨的问题。在你平时生活里，还有哪些你个人真正感兴趣的，又能接触到中文的东西呢？比如，会不会是某个你常听的中文播客，或者一款你爱玩的游戏有中文版，又或者是你常刷的社交媒体上那些中文内容？是的，你可以想想，咱们今天讨论的这些主动学习的策略，有意识的听，观察细节，记下关键信息，尝试模仿和运用，能不能也用到那些你感兴趣的领域里去呢？如果能把这些方法迁移过去，也许你整个学中文的过程会变得更个性化，又有意思，也更无处不在。这可能是个超越这次材料本身你可以带走的一个思考方向。希望这次深入的探讨对你有实实在在的启发。感谢你的收听，期待下一次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深入解读你关心的其他材料。